my god! Fall back! Whoa, they're firing back! Get down! Oh my Tel Aviv, I can't believe this. 台湾有事儿等于日本有事儿，你日本上不上咱不知道，但这波伊朗有事儿，日本真他妈有事儿，你上吗？2025年，本着93.5%的原油进口依赖中东地区，一边本着90%的原油靠中东被掐断，一边又是中国的制裁，又是断油危机，这一波它到底还能顶得住吗？同志们，美以开战，韩国股市率先崩盘，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单日跌幅，而日本早已站在了悬崖边缘。谁能想到中东的炮火竟然第一时间炸垮了数千里之外的韩国股市？3月3号、3月4号，韩国股市连续2个交易日暴跌，多次触发临时停牌机制。3月4号开盘更是低开3.44%以后持续下挫，一度暴跌12.65%。仅本周2个交易日，韩国股市就蒸发近4300亿美元，创2008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。更离谱是隔壁日本，这个90%的原油都要靠中东输送的国家，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阴影下，早已如同惊弓之鸟。东京股市连续2日大跌，3月3号2大股指收盘跌幅均超3%，创下今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，33个行业板块全部飘绿。家人们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美一开战最先倒下的是韩国、日本？90%多的原油依赖中东，这波它到底还顶得住吗？这场战争又会如何席卷全球，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？管子说：“仓廪实而知时节，衣食住而知荣辱。”经济的稳定是国家的根基，更是百姓幸福的底线。当美伊的炮火点燃中东，全球能源、贸易、金融3大命脉被同时牵动。韩国股市的崩盘，日本经济的危机，只是这场全球经济风暴的序曲。本期视频一次性说清楚，美伊战争到底如何击垮韩国股市？日本为何危在旦夕？这一场战争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？我们普通人又当如何应对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友记，我是大钊。第一个核心问题，美伊开战，为什么韩国股市率先崩盘？很多人疑惑，韩国既不是美伊的盟友，也不在中东，为什么会成为第一个中招的国家？答案很简单，韩国的经济结构天生就怕战争，怕动荡。美伊战争的爆发刚好戳中了它所有的软肋，主要有3大原因，每一个都直击要害。第一，韩国经济极度依赖贸易，抗风险能力极差。韩国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，对外贸易占 GDP 比重超过60%，而中东地区呢，既是韩国重要的能源进口基地，也是韩国电子产品、汽车、造船的核心产业的重要出口市场。美伊开战以来，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，全球原油价格暴涨，韩国进口能源的成本大幅增加。同时，中东地区战乱导致韩国出口订单锐减，企业盈利预期暴跌，股市自然应声崩盘。第二，韩国产业链过于集中，抗冲击能力薄弱。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指出，韩国的产业链主要集中在汽车、造船、半导体3大行业，而这3大行业恰恰最容易受到全球局势跟能源价格的影响。半导体产业依赖稳定的全球供应链跟能源供应，汽车、造船产业则对原油价格高度敏感。原油价格上涨不仅会增加生产运输成本，还会抑制全球需求，导致韩国核心产业的股价大幅下跌，进而带动整个股市崩盘。第三，美元指数反弹，新兴市场流动性收紧。美伊战争爆发以后，全球投资者为了避险，纷纷涌入美元资产，导致美元指数大幅反弹。而韩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，资本外流压力剧增，流动性收紧，进一步加剧了股市的下挫。我们再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3月3号，韩国综合指数下跌5.7%。3月4号开盘以后继续暴跌，一度下探至12.65%。KOSDAQ 指数也下跌至14.17%，创下多年来的新低。韩国主要上市公司的股价集体暴跌，三星电子下跌7.2%，现代汽车下跌8.5%，浦项制铁下跌9.1%，整个韩股一片哀嚎，投资者损失惨重，甚至有不少韩国民众因为股市暴跌，一夜之间倾家荡产。
同志们，韩国股市的崩盘从来都不是偶然，而是韩国经济结构缺陷的集中爆发，更是美伊战争对全球经济冲击的第一个信号。而比韩国更危险的就是隔壁的本子，这个90%多的原油都依赖中东输送的国家，正在被美伊战争一步步推向深渊。那么第二个核心问题就来了，一边本子90%的原油靠中东被掐断，一边又是中国的制裁，又是断油危机，这一波它到底还能顶得住吗？答案远比我们想的更悲观。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事儿，本子的经济是建立在中东原油的基础上。根据本子经济产业省的统计，2025年本子93.5%的原油进口依赖中东地区，其中阿联酋占42.3%，沙特39.8%，科威特占6%，仅这前3名国家就占原油进口总数的90%，而超过80%的油轮都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日本，这条海峡堪称日本能源供应的生命线。本子官方长官元念3日表示，国土交通省已向本子船主协会发出通知，提醒本子船舶暂勿进入波斯湾，如果已在湾内，则应该在安全地点停泊。这个举动就足以说明本子的恐慌。一旦这条海峡被完全封锁，本子的原油供应链将被彻底切断，这意味着本子的工厂流水线将无法运转，每家每户的供电将受到影响，整个社会的货物流转、经济运行都将陷入停滞。本子目前的储备仅够维持2周，一旦供应链延迟，将直接影响发电跟城市燃气供应。野村综合研究所经济学家木内登英测算，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被完全封锁， WTI 原油价格将涨至每桶140美元，导致本子油价1年内涨1%。如果局势恶化，本子的 GDP 最多可能下降0.65%，甚至陷入衰退。而本子广播协会 NHK 则援引分析称，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被长期封锁，本子经济将受到致命打击， GDP 或被拉低3个百分点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日本经济本身就处于复苏乏力的状态，一旦 GDP 下调3%甚至更多，日本将再次陷入经济衰退，民生凋敝，失业率飙升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野村综合研究所还基于3种情形做了详细估算，即便冲突有限，油价涨至每桶77美元，日本1年内实际 GDP 也将下调0.09%，可见无论局势轻重，日本经济都难逃一死。除了原油供应危机，日本股市也已经开始崩盘。3月3号，东京股市2大股指收盘跌幅均超3%，创下今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，33个行业板块全部下跌，银行股、航空股成为重灾区。2日，日本银行板块指数重挫6.3%，创下去年4月以来最大跌幅，严重拖累东证指数。3号，日本航空股价跌超7%，全日空跌超3.5%。原因很简单，油价上涨会大幅增加航空业的运营成本，同时抑制航空出行的需求。而银行股呢，则因为投资者涌入避险资产，导致长期国债收益率下行，承压严重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对157日元区间，这是2月初以来首次触及这一水平，进一步推高了日本的进口成本。作为能源、食品、原材料等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，日本只能被动承受遥远海峡溢出的风险，油价上涨，汇率贬值，双重压力之下，日本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大幅增加，政府的补贴政策也将形同虚设，日本家庭将背负沉重的负担。要知道，日本大部分液化天然气原油价格挂钩，油价飙升不仅会推高汽油、柴油价格，城市燃气跟电力价格也会同步上涨，进一步加剧民生压力。而中国的制裁更是让日本的困境雪上加霜。2026年2月24号，中国商务部将三菱造船株式会社、川崎重工航空宇宙系统公司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，另外将斯巴鲁株式会社等20家实体列入关注名单。这些被制裁的实体都是日本军工产业链的支柱，覆盖海陆空天全领域。中方的制裁严格遵循国内法治与国际准则，禁止向管控名单实体出口任何两用物项，并对关注名单实施更严格的最终用户审查，直击日本军工供应链的命门。要知道，日本稀土进口的71.9%依赖中国，导弹制导、战机、电机等核心材料同样高度依赖中国供应。此前，中国实施价出口管制后，日本半导体产业85%的价原料断供，军用雷达制造成本激增300%。
乌合金断供更是导致三菱重工 F-35生产线停摆。野村综合研究所测算，如果管制持续3个月，日本相关产业损失约6600亿日元。本身就深陷经济危机的日本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家人们，日本的危机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原油危机，而是原油供应、股市崩盘、汇率贬值、财政乏力，再加上中国制裁的多重危机叠加。日本能不能顶得住，关键就看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尽快恢复通行，美伊战争能否尽快结束。同时还要应对中国制裁带来的产业链冲击。如果局势持续恶化，霍尔木兹海峡长期被封锁，中国制裁持续发力，日本大概率顶不住，甚至会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。而日本的危机又会进一步蔓延到全球，引发更大范围的经济震荡。聊完韩国跟日本，我们回归核心问题：美伊战争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？这场没有硝烟的经济风暴会席卷哪些国家、哪些领域？第一个领域全球能源市场，原油价格暴涨，能源危机全面爆发。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枢纽，全球约30%的原油、20%的天然气都要通过这条海峡运输。而伊朗一旦彻底封锁这条海峡，全球能源供应链将被严重切断。目前国际原油价格已经暴涨至每桶120美元以上，如果持续恶化，有望突破140美元，甚至更高。对于能源进口国来说，进口成本大幅增加，企业生产、居民生活成本飙升，通胀压力加剧。对于能源出口国来说，虽然短期能获得高额收益，但长期来看，全球经济衰退会抑制能源需求，最终也会受到影响。这正印证了那句物极必反，过度依赖能源出口或过度依赖能源进口，都将在危机中遭受重创。第二个领域全球金融市场，股市动荡，资本避险情绪升温。美伊战争爆发以后，全球金融市场陷入剧烈震荡，除了韩国、日本股市崩盘，欧美股市也纷纷下挫，道琼斯工业指数、纳斯达克指数、欧元区斯托克50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。投资者为了避险，纷纷涌入黄金、美元等避险资产，导致黄金价格暴涨，美元指数大幅反弹。而新兴市场国家则面临资本外流、汇率贬值、股市下跌的3重压力。就像中国古代的乱世藏经，在全球局势动荡的背景下，资本的避险情绪会持续升温，金融市场动荡也会持续，直到局势趋于稳定。第三个领域全球贸易市场，供应链断裂，贸易成本大幅增加。中东地区是全球重要的贸易枢纽，美伊战争的爆发导致中东地区的港口航线被迫关闭，全球贸易供应链断裂。韩国、日本、欧洲等依赖中东能源跟贸易的国家，贸易成本大幅增加，出口订单锐减，企业盈利受到严重影响。而全球制造业也会因为能源供应不足，原材料价格上涨，陷入生产停滞的困境。中国有句老话，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。全球贸易供应链就像人体的血脉，一旦血脉堵塞，整个全球经济都会陷入疼痛之中。而美伊战争正是堵塞全球贸易血脉的元凶。除此之外，美伊战争还会影响全球粮食市场、旅游业等多个领域。更细思极恐的是，在这场全球经济的危机中，素来擅长制造乱局，然后在乱局中牟利的犹太金融财团，正伺机收割全球优质资产。他们借着地缘冲突引发的市场动荡，低价抄低各国核心产业，让这场经济风暴成为其掠夺全球财富的工具。这也让全球经济的复苏再添一层阻力。我是大钊，下期再见。